大家晚上好，我们继续回到比特币盘面。目前行情没有太多变化，还在我们先前所预判的未来可能性当中。那我们详细看一下 A、B、C、D、E， 它有可能三角震荡结束以后突破上沿踩上去，就有可能向上啊。这个目前概率越来越高。然后还有一种可能性，一定要放在脑子里啊。如果它要是跌破这个位置啊，跌破这个位置，那就有可能怎么样？来一个 WXY 的回调，然后再向上，或者是这一部分是推动浪扩散型的 A、B、C、D、E， 那就接着往下。这个可能性目前也不能排除啊。这个可能性什么时候排除？突破43803这个沿线，你才能彻底排除这个不是推动浪，要不它这种可能性是依然存在的啊。所以说还是上升趋势线的下沿，还有这个三角震荡的这一沿线密切关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去年一整年上升通道的中轴线。总的来讲，大的趋势，一整年的上升、回调、反弹、盘整，波动形态 A、B、C 回调，或者是 A、B、C、D、E， 然后反弹调整结束以后继续下跌，都有可能是一半一半的啊。所以一个趋势一个波动看完了，我们看形态目前像三角震荡，然后再接下来看这几个主力支撑位，然后单根 K 线的状态也是一样啊，没有方向，所以目前稍稍向上的可能性又变高了一些，目前啊，所以大家关注这几个点，相信未来行情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难点。那今天聊一些话题之前，我们先暂时回答一下网友的问题啊。虽然给了留言，我觉得留言还是太短。这位网友留言说，看来其他币安其他公司的数据不准，你的是 Coinbase 的数据。我说怎么突破完了又下来了，然后我看了一下其他交易所，确实都是会有区别啊，这是正常的啊。但是目前主力机构历史以来一直都是 Coinbase 应该是交易量最大的，完了所有的主力机构基金都是在这个交易所交易为主啊，所以说应该是以这个为主，然后以各自交易所为辅，这么去看啊。还有，然后今年比较看好哪些币？其实很多主流的币啊都不错，但是目前已经上来一波，得看比特币回不回调。如果比特币回调的话，这些山寨币一定会跳水，那个时候择机可以选择有很多投资标的啊，到时候我也会分享给大家。但是分享这些东西我一定要确保什么风险，我分享给大家，大家要是赚到钱了还好，赚不到钱那是担责任的啊，非常重要。我不能做造孽的事儿，我相信因果。还有一个朋友好像是留言还是私信问我，这个马斯克吸毒这个消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说对，没错，但是我是关注什么主流的媒体，老牌的，比如说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CNBC 这些 BBC 广播，这些新闻媒体落实了才会怎么样，才会确定。因为什么？之前像马斯克，尤其是马斯克，
喊单什么比特币、喊单狗狗币这种骗你上车然后瀑布这种都太多了，所以之前无论外界怎么喊，我根据 K 线分析，在这个位置该做多还是做多。实际上刚开始还是盈利的反弹，然后第二天它掉下来了，止损离场了，无所谓啊，因为短的小止损无所谓，根本不会伤及你的账户状况。然后还有一个好像还是这位网友，他说这么好的频道为什么这么少人关注？正常啊。我回复我说我是职业做交易的，不是做媒体的，我不会做媒体，我不会做自媒体。之前也有网友说你的这个缩略图啊什么的都太乱了，我说我慢慢学，这个东西也不是简单的事儿啊，罗马城不是一日建成的，我得慢慢学，大家伙都忍耐一下啊。我说我是职业交易什么意思？我的职业就是交易，我得靠交易吃饭，我靠交易不能稳定收入，有收益那我就得死没饭吃了。所以说我这里头给大家分享的啊，绝对是国际顶尖一流的分析方法跟方法论啊，不存在什么喊单啊，什么推荐股票啊，没有这个啊，我不会做这些东西，没有意义。然后像自媒体这个东西，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学问，我需要时间去慢慢学习，所以这个平台做的很多不太好的地方，希望大家踊跃的给我留言哦，我也在学习过程当中，然后现在人少，我都能一一解答大家的问题。然后要是人多起来了的话，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回复大家的问题啊。所以无论是对行情啊，任何观点想法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啊。那好，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话题，先前我做了一期炒股、炒币、炒期货，你为什么总赔钱？我看很多人看啊，所以相关这方面我想延展再聊一聊。韭菜就该被割吗？当然，韭菜就应该被人割，被镰刀割。我这是苦笑啊，我不是嘲笑大家伙，包括我，没有办法，因为你一旦进入这个资本市场，你的对手盘是谁呀？就是巴菲特、索罗斯、瑞达利欧、木头姐姐、迈克尔·塞勒、马斯克等等等等这些大佬啊，他就是你的对手盘，你愿不愿意？它都是你的对手盘，无论是高盛、摩根斯坦利、JP 摩根都一样啊，美林，这些人都是你的敌人，某种程度上。所以说你不被割，谁被割呢？他们钱多，位高权重，信息也是一手的信息，甚至很多产品规则都是他们定的，你凭什么赢啊？你只有被割的份儿啊！真的，这个没有办法。但是回过头我们想想啊，难道我们一点优势都没有了吗？其实不然啊，我们还是很有优势的，机构主力都在明处。说白了，他们背后可能会有各种背着人的非法的肮脏的很多东西，我们散户不敢想象的。你像比特币为例，它还有场外的各种通过矿工、矿场收购等等都可以，然后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持仓成本啊等等数据，你公布出来的可能跟真实的完全都不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他们迟早怎么样，需要反映到这个 K 线，然后这些数据，你像股票为例，无论是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还是其他的这些基金，它都需要做什么？月报、财报，还有这个季报、年报都要去审计，都要去公开你的投资组合，你资金的流向都要公开啊。所以很多数据还是能看到的。
你像比特币，我们还能查到什么链上的数据，这些距今某个钱包的动向都能看得出来啊。包括你们这些币是从钱包里头进各大交易所了，还是各大交易所的比特币流出到各自的地址了，这都是非常清晰可以看得见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可注意的是什么？就是期权合约，哪一线期权合约的做空量或者是做多量特别多，这些数据我们都能看见啊。所以说他们再怎么折腾都有这个踪迹可以查询得到，说白了他们在明处啊。但我们呢，无论是我还是这个屏幕前的大家，无论是谁啊，都在各自的角落里。有的人可能在这个国家，有的人在那个国家，有的人在自己屋子里，有的人在自己公司里，都不一定在哪儿。他们根本就无权干涉你的生活，他们也不可能去挨个去查你们各自的账户，他们也无权怎么样逼着你必须卖必须买。但是他们会干什么？他们会通过媒体宣传，给你洗脑，给你带风向，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一直倡导大家怎么样，无论是看媒体还是看这些所谓的大 V 大咖大神，一定要小心啊，看他的本质，看他本质是在干什么。如果这位大神他跟你讲的是风险管理，那一定要好好听一听，有什么高见啊，学习学习。但如果他要是跟你喊单推荐某些投资标的物，或者是老在倡导我对了，你看我预测神准，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你就直接可以闭了啊，什么都不是，可能甚至你都不如。人家是什么？做媒体的，赚流量生意、广告生意的人，还有背后的什么，像股票的这个佣金，还有我们币圈的这个资金费率，这些这个叫什么？反正也是一种佣金哈，可以赚这些流量的钱。然后像 YouTube 上边相关经济类的这个广告收益好像是最贵的啊。所以说人家根本不在乎你至于在他那儿得到信息以后赔钱还是赚钱不重要，人家赚的是流量钱。然后还有我最近因为做这个自媒体嘛，我也关注了一些粉丝比较多的这些大 V 是怎么做的，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啊，实在是没法看下去了。因为这个交易不能这么做，这么宣传太误人子弟了啊！你的一言一行，相信你的粉丝可能会根据你去做单，赔很多钱，甚至倾家荡产。你知不知道这是多大的孽呀？我可不想造这种孽啊！所以说，虽然会有一些大家伙看起来不便的这种我这个频道啊，希望大家多多理解。我说的是方法论，我说的是你在这儿做多的话，你一定要在这儿止损，我能保障你这把做错了亏损这一点你要离场。你要是在这儿做空，你亏损这一点未来的收益我不知道你能拿到多少，那得看市场给不给。我说的是方法论啊，我说的不是我又对了你又错了怎么样，还得我吧，你得跟着我吧，这种没有意义啊。所以说我相信到我频道能耐心的认真听完节目的人，应该都是什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啊。你说像 YouTube 也好，这些社交平台、视频平台、长短视频都一样啊，无非就几个功能：第一，娱乐；第二，教育，学东西啊；第三是什么？打鸡血。然后打完鸡血振奋人心，累了，最后还有一项是什么？舒压，就是缓解你的精神压力，也就无外乎这几种啊。上次我在节目当中我也说过，
我们地球上所有的人公平存在的只有时间。我不希望浪费你的时间，也浪费我的时间。来到我节目的朋友一定要怎么样？你得得到点东西，然后对你的交易有改善，然后你能少赔钱，最好是能赚钱，这样对你才是有益的。你所消费的那一些时间是不白消费的啊！你不能听爽听乐了，完了走了以后交易一点改善没有，那太没有意义了啊！那你还不如去听郭德纲相声。讲到郭德纲相声，我记得郭德纲之前说过一句话啊，你只要有一张嘴，你就能学说相声。但是相声这个东西是个人都能说，但你想把相声说好，那门槛可在里边，这台阶在门槛里边啊。交易也是一样的啊，一买一卖很简单，是个人他可能都会，但是你要想稳定盈利，那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啊，非常系统的一个工程。说白了，它是一个完全一个独立的一个赚钱的职业。你像 AI 大数据机器人这么火，想想为什么这些高盛摩根一线的操盘手他还是在用人呢？为什么用人不用这些机器人？很简单哦，因为这市场本身还是人性，还是那些优秀的交易操盘手给他们能带来足够的利润，而且人家的交易手可控的这个系统非常完善啊，无论是监控系统、心理的感应系统、监测系统，还有每个交易员操盘手都有随行跟着的心理咨询师等等等等啊，一系列去检验跟踪他们这个一线的操盘手。那反过来，我们韭菜应该怎么样呢？我们是怎么审视自己的呢？我们是怎么管理自己的交易心态，怎么管住自己的手、自己的账户的呢？这些大家伙儿都应该给自己一个问卷啊。所以说，每天我们交易过程当中，无论你是短线、长线，无论你是业余还是职业的，一定要清楚，从内心开始放平，然后对这个市场有充分的认知、充分的技术分析，保障你的良好的进场时机、最佳的买卖进场点，然后根据调整你的心态去慢慢的做这个市场啊，这样你才能怎么样？最大限度的控制你的风险，然后随着市场的上行，赢得你该赢得的利润啊。能力范围外的钱你是肯定赚不到的。你要想赚到额外的收入，一定要付出辛劳，然后一定要怎么样？充分学习了解这个市场，然后管理好你的人性。那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啊，明天见。